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万物有灵系列镂空度假遮阳帽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知社进入查看。帽子包含主体、装饰和组装。先来学习主体的钩法。主体使用一根雪纱带和一根蕾丝线合成一股一起钩织，分成了帽顶、帽身和帽檐。先来学习帽顶，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帽顶的钩织。先拿起雪纱带和蕾丝线，这两根线合并为一股线进行编织。下面锁针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线，将线从食指和中指中穿过，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钩针。这个就是钩织的基本姿势。接着钩针放到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捏住交叉的线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稍微拉紧线头。完成后开始锁针起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二个锁针。看一下，锁针就是这样辫子形状的纹理，每一个辫子代表一针。继续往下钩锁针，一共要起6个锁针起针。继续钩完剩余的针数，3、4、5、6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锁针上挑起锁针辫子，这样2股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引拔针就钩好了。引拔针需要拉紧，这样起针就钩好了。之后再钩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不算作一针。接着在起针的小洞中钩出8个短针，短针的钩法是穿入钩针，起针的线头也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进去，绕线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看一下这一针上方有这样辫子形状的2股线，是短针的针目。我们在这个针目上扣记号扣，标记为第一针。再来钩一针短针，穿入钩针，绕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完剩下的6个短针。钩完后，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也可以从后向前数针数。穿入针目，绕线钩出，并拉紧，引拔针就钩好了。后面的引拔针都需要拉紧，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这样第一圈完成，起针的线头
已经收完了一圈，直接剪断。下面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一针不算作一针，后面短针的起立针都不算作一针，同样不再重复说明。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的钩法是在同一针针目内钩出2个短针，1、2，这样就在一针针目里钩出了2个短针，短针加针就钩好了。同样，在第一针的针目上用记号扣标记，方便一圈结束后引拔。再来钩一个，1、2，又一个短针加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就是一一对应钩短针加针的，下面将剩余的短针加针钩完。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目，应当是16针。确认后，在第一针上钩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完成。因为是雪纱带和蕾丝线一起钩织的，我们在钩织之前要保证2根线是一样齐的，不要有一根线凸起来，这样钩出的成品会更加平整。接着钩第3圈，立3个锁针，作为一个长针。这一针对应下方的第一针针目，记号扣标记第3个锁针右侧的2股线。也就是标记了第一个长针的位置，再钩一个锁针，将这样一个长针和一个锁针看作一组，这一圈就是重复这样一组的钩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在第二针上钩一个长针，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穿入针目，绕线将线钩出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再钩一个锁针，完成后就钩好了一组。这一圈就是重复一组的钩法钩织的。我再演示一次长针的钩法：钩针绕线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长针就钩好了。继续按照一组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挑起记号扣标记的位置，也就是锁针辫子的这样2股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完成，下面钩第4圈。钩之前先挑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线头的位置就过渡到了这个锁针辫子上。继续钩这一圈，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这里是一圈的开始，立2个锁针作为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挑起下方锁针辫子，钩长针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挑起锁针辫子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长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再来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穿过前2个线圈。完成后看一下，已经钩完了3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绕线
依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。再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将枣形针和3个锁针看作一组，这一圈就是重复一组的钩法钩织的。再演示一次枣形针的钩法。跳过左侧针目，挑锁针辫子，钩出3个长针未完成针。完成后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。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，再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就钩好了一组，继续按照一组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在钩到最后一个锁针辫子时，先钩完枣形针，之后在这一圈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代替一组中的3个锁针。这样第4圈完成。继续钩第5圈，这一圈和第4圈钩法相似，只是一组中的锁针为5针。先钩2个锁针起立，再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并完成这个枣形针。接着钩5个锁针。枣形针和5个锁针为一组，这一圈枣形针的入针位置都是上一圈的锁针辫子位置，针目跳过不钩，按照一组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上引拔。第5圈完成，下面钩第6圈。钩之前先挑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线头位置就过渡到了这个锁针辫子上。继续钩这一圈，挑锁针辫子，在上面钩出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和3个锁针。这个锁针辫子上一共需要钩出3个枣形针，且每个枣形针钩完后都钩3个锁针。钩完后挑起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，将已经钩完的部分看作一组，这一圈是重复这样一组的规律钩织的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在左侧锁针辫子上钩出3个枣形针，且枣形针钩完后都钩3个锁针。
完成后，挑下一个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按照这一组的规律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上引拔，第6圈完成。接着钩第7圈，钩之前先挑左侧锁针辫子，钩一个引拔针。完成后，在这个锁针辫子上钩出2个枣形针，且每个枣形针钩完后都钩3个锁针。钩完后，在下一个锁针辫子上也钩出2个枣形针，枣形针钩完后也钩3个锁针。将已经钩完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，这一圈是重复这样一组的规律钩织的，继续钩下一组。注意，2组之间需要跳过2个锁针辫子，所以我们在第3个锁针辫子上开始钩下一组。继续按照规律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个枣形针钩完后，我们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代替一组中的一个锁针。这样第7圈完成。下面钩第8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挑起下方锁针辫子，钩2个短针，之后跳过左侧针目，在左侧锁针辫子上钩出4个短针。钩完后看一下，这一圈的规律是在每个锁针辫子上都钩出4个短针，针目直接跳过不钩。按照这一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第一个锁针辫子已经钩完了2针，继续再钩2个短针，之后在第一针上引拔，这样第8圈完成，帽顶就钩完了。在钩织过程中会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，如果线不够用了，我们先钩一个未完成针，接着拿出需要的线，新线和雪纱带一起作为一股，
绕线勾出完成这一针。这样就接好线了。继续用新线往下钩织，钩织时将线头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起来。收完一段距离后，剪断多余的线头。这里可以稍微多收几针，之后再剪断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下面继续在帽顶上钩织帽身部分，先来钩第一圈，这一圈由中间间隔一针锁针的长针交叉针组成。先钩第一个，立3个锁针。钩中间间隔的一个锁针，接着跳过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位置，向右数1、2，在第2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穿入钩针，将第1个长针包裹住，正常绕线钩织。这样一个交叉针就钩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，跳过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位置，向左数第3个针目，在这一针上钩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向右数第2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，这样一个交叉针就钩好了。再来钩一个，这一个交叉针2针长针的入针位置中间不间隔针目，也就是向左数第2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向右数第1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。一个交叉针就钩完了。看一下这个不间隔针目的交叉针，相当于加出一针。我们将这样的3个交叉针看作一组，这一圈重复一组的钩法进行钩织，也就是前2个交叉针入针位置中间间隔一个针目，第3个交叉针入针位置中间不间隔针目，按照一组的钩法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第1圈就钩好了。钩完后，我们核对一下这一圈的交叉针个数，防止多钩或者是少钩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物。第2圈是在针目和锁针辫子上一一对应钩织短针的。第3圈全部钩织中间间隔一针锁针的长针交叉针，且交叉针入针位置中间间隔一个针目。第4圈又是在针目上一一对应钩织短针。我们将一圈交叉针和一圈短针，这样2圈看作一组花样。帽身一共钩出7组花样。方法之前都有演示，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钩完花样后，继续一一对应钩出3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这3圈需要换色钩织，
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换色的方法。换色和接线的方法基本相同，只是换色的位置有些不同。如果下一圈需要换色，我们在上一圈的最后一针时，需要先调整线的颜色。先勾一个未完成针，接着拿出需要的线，新线和雪纱带一起作为一股，钩织，之后正常钩织即可。这样就换好色了。之后帽子主体需要换色的情况都参考这里的演示。下面讲解一下帽子调整方法。帽身部分我们需要边钩边试戴，因为不同的人钩织时手的松紧度不同，钩出的帽身部分宽度也有可能不同。在钩完2到3圈时，可以试戴一下，相差不大则不需要调整，相差较大时可以通过调整针号重新钩织，或者在帽身的第1圈进行调整。这一圈一组规律的第3个交叉针是在入针位置不间隔针目进行加针的，增加或者是减少这一针法的个数来调整宽度，具体个数根据个人情况调整，注意加针尽量分散均匀。这样帽身就讲解完了。继续来看帽檐，这一部分同样由花样组成。花样的交叉针这一圈正常对应3个针目钩织，花样中的短针圈需要调整针数，因为图解较大，这里也给出了加针情况的表格，同样可以参考表格钩织。看一下表格，表格中一圈里展示的是一组加针情况，一圈一共需要钩出6组，这样一行就是对应圈数的一组的钩织方法，大家一一对应钩出相应个数的针法即可。表格中没有给出的剩余圈数都是不加不减钩织，对照图解以及编织规律钩完这一部分。帽檐部分钩完后需要收线头，下面我用小样来演示方法。预留一段线段，将线拉出，拿出缝针穿上线头，缝针从前向后穿过第2针针目，再穿入针目中间以及后方的这样一根线，拉紧，这样收完边缘看不到痕迹。之后用缝针将线头顺着背面的纹理藏起来，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剪断多余的线头。这样就收好了，帽檐部分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装饰的钩法。装饰分成了花和叶子，花又分成了花心和2层花瓣。这里装饰部分都是使用1根线钩织的。先来学习花的钩法。先来钩花心，花心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线头在食指上绕线2圈，取下线圈，穿入钩针，逆时针绕线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
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上勾出15个长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继续勾出14个长针，完成后收紧起针的线圈，先拉一下线头，之后拉紧活动的这根线，再拉紧线头，这样起针的线圈就收好了。在第一针上，也就是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，调锁针的一根线，勾一个引拔针，这里起针的线头也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起来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这一圈是在针目的前半针上钩织。看一下，针目是这样辫子形状的2根线，前方一根线就是前半针，后方一根线就是后半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再钩一个短针条纹针，下方第一针因为是锁针起立针，所以在引拔针的位置挑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这样短针条纹针就钩好了。继续挑左侧前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看一下这一针后方剩下一根线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的条纹针，仍然是挑前半针，钩出一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再钩2个短针条纹针，将钩完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，这一圈一共钩出3组，继续往下钩完剩余部分。完成后钩一个引拔针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，可以直接剪断。继续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继续钩2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。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3个锁针，接着挑起下方短针的前方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已经钩完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，这一圈重复这样一组的规律钩完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2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狗牙拉针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挑起短针前方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图解和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
勾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线头断线，然后将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藏起来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然后剪断多余的线头。花心部分就讲完了，下面来钩第一层花瓣。注意，帽子的花一共有2朵，其中1朵用雪纱带钩织花瓣的前几圈，这里我就不用雪纱带演示了。找到花心第一圈，起立针的位置，在起立针最上方的锁针位置，花心的背面挑任意一根线接线，穿入钩针，绕线钩出，这样就接好线了。下面钩第一圈，在接线的位置钩一个长针加针的条纹针，因为是挑针目的后半针钩织，所以钩出的针法都是条纹针了。长针加针是在同一位置钩出2个长针条纹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代替一个长针条纹针，继续在接线位置钩一个长针条纹针，也就是挑后半针，钩一个长针，长针加针的条纹针就钩好了。继续挑左侧后半针，也就是剩余的这样一根线，钩2个长针，又一个长针加针的条纹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是一一对应钩织长针加针的条纹针的，按照规律钩完这一圈。钩完后，挑起立针上方锁针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。第一圈完成，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，以免多钩或者是少钩。继续钩第2圈，这一圈都是针目的后半针钩织条纹针的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钩织长针加针的条纹针，继续挑引拔的位置，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再钩一个长针条纹针，也就是挑后半针钩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长针加针的条纹针。钩完后看一下，这一圈是长针加针的条纹针和长针条纹针交替钩织的，按照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挑锁针的2根线引拔。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5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再钩3个短针，将完成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，一共钩出5组。完成后引拔。第3圈完成，下面钩第4圈，先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3个长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再在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上再钩2个长针，
长针一针放3针就钩好了，再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一个长针一针放3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两个锁针，钩完后跳过左侧5个针目，在下一位置钩长针加针，完成后将已经钩完的部分看作一组，一共钩出5组。来看一下一组的规律：长针加针，长针一针放3针，交替钩织，5个钩完后再钩2个锁针间隔，继续对照图解往下钩。现在还剩下1针没有钩，下一圈需要换线，我们先换线。完成后引拔，第4圈完成，接着钩第5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2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2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4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在第3圈短针加针的左侧1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第4圈的锁针辫子一起包裹起来，继续钩一个锁针，针目位置开始钩2个短针，钩完的部分看作一组。来看一下一组的规律：长针一针放3针上，一个左侧1针，一个右侧1针，对应钩织短针加针，其余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锁针辫子位置钩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，短针钩在下方短针加针的左侧1针，继续对照图解往下钩。完成后引拔，第5圈完成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线头断线，然后将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收起来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的线头。第1层花瓣就绞完了，下面来钩第2层花瓣。第2层花瓣是在第1层花瓣第1圈剩余的前半针上钩织的。找到起立针，从这一针开始向左数第5针，在这一针上接线钩织。第2层花瓣一共2圈，钩织方法与第1层花瓣的最后2圈相同，方法之前都有演示，大家对照图解钩完即可。这样第2层花瓣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先来起针，叶子需要起15针。完成后，用记号扣标记最后1针。起针完成，
接着勾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上挑起锁针的一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一共15个短针，第一行完成。继续钩第二圈，在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之后钩4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上，也就是倒数第2个短针的入针位置上钩一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2次，穿入钩针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。再钩2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长针和2个锁针，钩针绕线2次，穿入钩针后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。再钩2个锁针，下面分别钩出3个长长针，且每2个长长针之间钩2个锁针间隔，入针位置之间需要跳过一个锁针。一个，2个，第3个。完成后钩3个锁针，找到起针的最后一针，右侧有个锁针辫子，这个是短针的起立针，挑起起立针，背后的这样一根线，也就是里山的位置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注意，这一针是不用拉紧的，之后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跳过5个针目，也就是下方长长针对应的位置，上方的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和2个锁针。继续在下方长长针对应的位置，或者是依次跳过一个针目的位置钩织长长针，且每2个长长针之间钩2个锁针间隔。钩完需要的长长针后，再钩4个锁针，并挑下方短针边钩一个引拔针，之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线头断线。第2圈完成，下面钩第3圈，在第2圈
最后引拔针的入针位置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并在入针位置继续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调锁针辫子，钩5个短针，左侧4个锁针辫子，分别钩3个短针，注意针目都是跳过不钩的。下一个锁针辫子钩4个短针，钩完后，在第2圈不拉紧的引拔针上调2根线，钩1个短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也就是先钩1个锁针，然后挑下方短针的2根线，钩1个引拔针。这样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继续调锁针辫子，钩4个短针，左侧4个锁针辫子分别钩3个短针，钩完后左侧锁针辫子钩5个短针，然后在第1针上引拔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之后预留长线头，用于缝合固定。藏线的线头剪断，这样叶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组装，看一下这个是缝完后的实物。固定的时候可以按照喜好或者参考实物摆放位置，之后再进行缝合。缝合的时候，外圈的花瓣和叶子的顶端可以不用缝合。下面看我演示缝合方法，先缝合叶子，叶子一共有3片，先放到需要的位置，并扣记号扣标记。这里我用1个叶片演示，固定好后，缝针挑叶片背面，和帽子对应的表面线段进行缝合固定。这样一个叶子就固定好了，继续将花缝上去。摆放好位置后，同样是挑背面和表面的线段缝合。参考之前叶子的缝合方法，固定牢固即可。缝完后将线头藏起来，之后继续固定其他叶子和花，全部缝完后组装就完成了。这样组装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这款帽子就讲完了。
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